事务所的同学晚安啊！我是朱学恒。8月13号，雪山隧道，台湾自己的这个 FPV 呢，无人机呢，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起飞了。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目标是敌方卡车车顶那一颗白色气球，结果没有打中气球，一发命中气球后面自己弟兄的肚子。各位，这叫神挡杀神，魔挡杀魔，连自己人的肚子都撞啊，够残暴了！解放军够害怕了！哎呀，顾立雄部长昨天说，这场演习均能落实风险管控与安全纪律，而我全不相信。我这个中党爱国的我都相信。那各位做好准备，今天要开始。今天是2022年8月15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我们要跟各位聊的是吓死解放军的汉光演习啊！我们会讲到留置作战，我们会讲到去识别化，我们会讲到梁山特勤，会讲到云豹 CM34，会讲到垃圾车拒收。所以我们开始吧。有网友说。妈的！好，来，我这么中党爱国的男人呢，除了音乐忘了关，麦克风也忘了开，现在终于回来了，好不好？那也要怪各位，刚刚只说音乐忘了关，没跟我讲麦克风没开，听不到人声呐。好了，来，回来了。话说，我原本想要做汉光42的讽刺，那为什么讽刺呢？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大家要笑中带泪嘛，我们要吓坏解放军啊，要统一作战。好，但没有想到，当我看到国防部新闻稿的时候，我觉得我输了。为什么？因为8月14号，顾立雄部长在博爱营区精神喊话，宣布汉光42号实兵演习圆满结束。他说，全体参演官兵不分昼夜投入演训，面对各项临机状况、天候及地形考验，均能依令完成任务，展现平时扎实训练成果。还没完，最精彩在后面。顾部长还说，在如此高强度演训及频繁机动下，各级部队于遂行任务同时，均能落实风险管控与安全纪律。我忍不住笑了3分钟，然后忍不住呢停了一下，因为在这10天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帮各位复习一下啊，这是几天之前的内容啊，老同学应该还记得。8月5号演习第一天，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夜航返场降落冲出跑道。8月7号，台2线贡寮在战备跑道材料的翼影车3大捆玻璃纤维吊在路边。8月8号，赖校长到左营视导，国军首度公开的中型自杀无人机尾翼歪了90度，军方说不影响飞行。8月9号，苗栗台13线60发8寸榴弹上车，48发中途跳车，掉落率达到80%。滚进水沟，最后叫民间的推高机来捡。台东志航路 M60A3 战车开掉了一个驾驶逃生门在马路上，而从苏洪道六军团的野战资讯通信车撞到限高架卡住了，六军团自己认错说将检讨责任。然后8月13号啊，宜兰雪山隧道风阻训练守军放出来 FPV 无人机要打车顶上，就是我刚讲的，我后面那个有没有？
是要打车顶上的白色气球，结果没有打中气球啊，打中了气球后面那位戴着红色头盔包布担任假想敌的自己人，啪嗒正中腹部，幸好有穿战术背心，人没事，人没事，这个撞肚子要先讲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以上这些加起来，官方的结论是均能落实风险管控与安全纪律，反正不管怎么讲，他都完成，都开心。来，你们现在心里 OS 应该是：这官方是不是在反串呢？我跟你讲，这就我今天重点。我原本要反串，但发现我没办法超越国防部啊。那不然，身为一个直播主，让我们加入国防部。好，让我们歌颂我们国军的英勇伟大。所以这一集我们不批评，我们全程相信官方。官方说圆满就是圆满，官方说落实安全纪律就是落实安全纪律。今天我们用这个前提重新讲一遍汉光42，而你会发现用官方的前提讲出来的故事，比任何批评更恐怖啊！我先跟各位说啊。当局话术反向解读就是本台的老招牌，是什么东西？官方说弹药均未安装隐性级药包，没有安全疑虑。这个翻译叫什么？我这次没装，下一次暂时运补的时候会不会装不知道。到时候掉在你家门口呢，就是完整版。官方说不影响飞行，翻译说飞得起来就不影响，飞起来之后打不打到目标那是另外一回事。官方说没有影响后续演戏任务，这是逃生门跳下来时讲的。翻译叫做不影响任务，只影响里面的人逃命。官方说均能落实风险管控与安全纪律，翻译说只叫没死人就叫落实。各位，我们一定要从头反应，从头思考。然后我们的赖校长也发文啊，8月14号晚上，赖校长在脸书说，演习正式告一段落，感谢所有投入演习的国军官兵、后备军人及国军眷属。他还说，政府会加速无人系统等先进装备的研发、制造与应用，打造更完整且具韧性的国防供应链。各位加速哦，那个在他面前歪掉的无人机，那个把弟兄肚子当气球打的 FPV 要加速。我跟你讲，这句话如果传到对岸啊，解放军的参谋们今天晚上睡不着啊。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他们在开会研究，这是什么新形态的心理战？把装备做成这样，宣布要加速，这里面一定有阴谋。他们不敢相信会有人这么诚实的公布自己的进度，这就是本集的定海神针。汉光演习真正的吓阻力，不是来自于我们有多强，是来自于对面看不懂我们在干嘛，因为我也看不懂。好啦，陈平时期呢？混是可以混过去的，好不好？那战争会逼你面对现实啊，真相总是伤人。最伤人的不是这10天出了几包啦，8包还是9包至少，而是出完包之后写在纸上的结论是圆满。你知道吗？这次教招有人打靶的时候吗？因为耳塞掉一边，结果造成了永久性的听力伤害，只是没有爆出来而已。他在 Threads 上面疯狂抱怨啊，能想象吗？你看，这就是我们的10日战报啊，10日8包是吧？如果加上脸书跟 Threads 的时候，大概有9包、10包吧。来，这是哪一招呢？还有一个招员骨折要休养3到6个月，这个好像是去年吧，应该不是今年啊。但我们不管这个小事，我们就讲。来，10日战报看看多精彩！妈，你自己写头条写不出来哎。来，我们先讲汉光演习这一次42号的响定，不知道是哪一位卧底写的，干吓死人！什么叫吓死人？开场那一个撞肚子的无人机哦，是整集的缩影。各位注意这个细节，那架 FPV 是守军放出来的，也就是他扮演的是蓝军，他要打的气球绑在我们自己的轻型战术轮车车顶上，那是标靶。而站在车后面那一位呢，戴红色的头盔的盔部是担任假想敌自己人。所以整个画面呢，从头到尾没有共军演习嘛，全部都是自己人。而在这个全部都是自己人的场景里面，我们的无人机没有打中车，没有打中气球，打中了唯一一个会痛的目标，
气球毫发无伤。我在这里正式宣布，汉光42号演习全场的 MVP 是那颗气球啊！全程在枪林弹雨、炮火中、无人机攻击中零损伤，任务达成率100%。唯一一个从头到尾完成既定战术目标的参演单位，国防部应该颁奖给那颗气球啊！如果它没有飘走的话，来，我们正式进入官方视角，先帮各位建立一个概念。汉光42号演习最伟大的战略创新是什么？我告诉你，各媒体不敢讲啦，军文社也不敢讲，网友也不敢讲。不是无人机，不是不对称作战，是一种全新的吓阻哲学。我们把它命名叫做自残式吓阻。各位，惊吓吧！有在混网络的各位，你明知道那个梗，人家问你，你凭什么吓阻别人？正常会说我拳头大，我有枪，我有靠山。中华民国国军的答案是我疯起来，连自己大腿都插。干，我讲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不是在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把公开的官方响定列出来之后，这10天国军在汉光42号演习里面实际做了什么事情，你就知道为什么叫自残式吓阻。第一件，桃园机场8月7号 M1A2T 重型战车首度开进桃园机场执行反机降作战。官方的作战响定写得很清楚，机场如果被敌军夺取，变成敌人的兵力跟物资补给基地，威胁台北，所以要实施可逆式阻绝。先做，如果敌人攻势升高，就执行不可逆阻绝，必要时要摧毁跑道跟重要设施，达成我不能用，敌也不能用。各位，我不能用，敌不能用，这是什么意思？是我承认我守不住，我他妈要把它都烂。而且你再想深一次，你再想深一级，桃园机场是什么？是台湾对外的唯一大门。侨民要撤离走那边，外援物资要进来走那里，各国要员要撤要走那里。美军如果真的来，运输机要降在哪里？桃园机场。所以我们的想定是，我一边等美国爸爸来，一边准备把爸爸要降落的跑道炸掉，嘣吧！这叫什么？这叫你来的时候记得带降落伞啊，美国爸爸。而且我要帮国军讲句公道话，这个科目本身是有依据的，不是没有依据的。俄乌战争一开始，俄军空降部队突袭基辅外围的霍斯托梅尔机场，就是要拿机场当空运桥头堡。乌克兰是拼死反击，把跑道打烂才挡下来的，所以机场不能落入敌手，这个逻辑军事上完全正确。梅复兴先生也是这样讲的。好了，不管，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只派了4辆 M1A2T 重战车啊。8月7号投入桃机的 M1A2T 有几辆？4辆。桃园机场有多大？1200多公顷。一辆战车要管300公顷，各位，这个守备密度比夜间的百货公司保全还要血汗呢。保全至少还有监视器呀，而且更重要嘛，一台管300公顷，你当它是农耕耕耘机是？美国的专收玉米的超大农耕机也不敢一台就耕300公顷了。还没完。第二件事情呢，桥。你看我后面哦，一个一个封哦，多棒！淡江大桥8月6号晚上8点到7号早上6点往八里方向全面管制。光复桥8月12号晚上11点到13号清晨5点全线封闭，民众请改走万板大桥。各位，淡江大桥我们盖了多少年了？可能将近40年了。花了多少钱？剪彩剪得多开心的淡江大桥启用没多久，第一个在上面演练封锁的是国军，不是共军了。而且坦白讲，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很荒谬？是因为封桥封不住，就是炸桥了啦！不要以为我们不读书好不好？来，第3件是雪山隧道。8月13号，宜兰头城国军在雪隧的16K、18K、20K 处用铁丝网
钢刺猬、纽泽西护栏，加上报废游览车跟工程车，设置3道阻绝，阻挡敌军从北宜高北上进攻震惊中枢。这是继汉光32号演习2016年8月首次实际封闭雪隧之后，10年来再一次，也就是第2次。再听直播啊！住宜兰每天要通勤的各位，你们现在应该想骂脏话了吧？但我要提醒各位一件更妙的事情啊！上一集我们讲过，这次汉光的科目里面有一项是宜兰的部队通过雪山隧道快速集结增援台北，同一条隧道。前面几天演，我们部队从这里冲进台北；后面几天演，我们把这条隧道用游览车堵死。哎，这什么？援军要走的那条路跟要炸的路是同一条，我们部队表示，那我走苏花好了嘛，好不好？还可以顺便看海。这个马吉是什么？知你满脸吗？他说我以前就守过机场，跑过机场演习，我带过100多人上防爆，就是那个松子部的警卫连呐。那个地勤了不起，300多人守机场，我们要守到陆军单位来帮忙。但剧本是敌上万人，空降登陆，海上登陆，最后我们全歼敌军，厉害！这就是最棒的响定。好啦，明明还有路可以走，对不对？第4件哦，复兴北路地下道，宪兵封锁复北地下道，响定是敌军机降松山机场之后，结合特工从复兴北路穿过地下道，攻往大直的国防部、海空军司令部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跟横山指挥所，就我家那边啊。嗨，大家好，我家就住在那边啊。首次用民用游览车堵地下道，在听直播住在那附近的各位，包含我，你们8月那几天晚上听到的枪声不是幻觉，而且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画面，复兴北路那边的酒吧，客人隔着玻璃一边喝酒一边看宪兵在外面打巷战。这叫什么？这叫配酒看战争。另外还有民众被枪声吓到报警，派出所还出动2名员警到现场了解状况。各位，台北市民对战争第一反应是打110。喂，110，好，那怎么样呢？而且这个地下道封锁的方向是挡住从市区往大直的路，往大直那里是国防部，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的想定是把国防部跟台北市民之间的路堵起来。我知道有同学会说，朱大你这样讲不公平，人家是防止敌军特工突入。对，我知道，但我要问一个问题，那条地下道旁边被隔在封锁线南边的文华苑啊，这些高级住宅，一户好几亿的豪宅，他们在哪一边？他们被隔住了，他们任凭特工入侵，还有东方文华也在那边哦，可以去吃 buffet 哦，好吃哦。那好了，没关系。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因为我家住这边，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想定完全是放屁。知不知道为什么是会盖那个复兴北路地下道？因为要让车过。但是他要车过，是因为他要穿越机场，所以如果我们的松山机场已经被攻占的话，解放军直接从另外一边出来到塔悠路，就上大直桥了啦。你封锁地下道干屁呀？解放军从另外一边就开出来了，知不知道这塔悠路？你是要不要走走看？你封地下道嘞？好，不管，没有关系，我们把这几件事情并在一起看。封自己的桥，炸自己的跑道，堵自己的隧道，塞自己首都的地下道。再加上第2章我们要讲的脱掉自己官兵的臂章，还有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的，陆战队执行留置作战的时候，还要对自己的突击艇执行伪装及反资敌作为，也就是把自己的装备藏起来，如果藏不起来就毁掉，免得被敌人拿去用。开不开心？来，你刚缴完汽车燃料税，纳税前盖的基础设施，我们用10天的时间演练如何把它毁掉，而且演练的超级认真。所以我说这是自残式贺主啊！如果对面解放军用望远镜在看我们的话，哇靠，你看了什么？是一个咧着嘴笑，拿刺刀在插自己大腿，然后跟你比大拇指，干我封起来，我连自己大腿都刺。正常人看到这个画面会怎么想？不是这个人好猛，我不敢惹。
是这个人自残很熟练的，看起来平常常做。好了，这一章真正的重点是什么？这重点真的会让你笑不出来。所有这些科目，来，你仔细看清楚，我所有列出来这些科目，你把它串起来，你会看到一条线，从海岸线的反登陆到城镇的主角，到雪隧的封闭，到首都的口袋歼敌，到万军计划的元首转进，这是一条撤退路线图，看懂了吗？每一道主角，每一次爆破，本质当中都是说同一句话，这里守不住了，烧掉。后撤，层层主角串起来，就是一条从海岸线一路退到衡山指挥所的路线，而万军计划就是这条路线的终点站。全世界的军队演习练的是怎么打赢，我们练的是怎么样有秩序的把家拆到敌人看不上。这个叫焦土战略啊！那焦土战略演习个屁呀！妈，你有病吗？当年炸花园口的时候，难道老讲说哦，我有演习，所以我知道怎么做？台湾的版本很有礼貌，我们是一个有礼貌的焦土战略，先发交通管制公告，再封路，封完还要清理战场。所以这一章的战略结论是等价交换，童叟无欺呀！你要纵深，代价是空间；你要空间，代价就是你自己的基础建设。台湾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纵深就是我们的家，每一公尺的战术纵深都是某个人通勤路线、某个人住的地方、某个县市的连外道路、某个机场的跑道。所以不对称作战这4个字最诚实的翻译是：我们没有本钱正面打赢，所以我们用自己的家当耗材。这个结论很丧气。但丧气不是我造成的，是这个想定本身的内容，我只是把它念出来而已，没办法想象，对不对？来，我跟你讲，下一章没人提，但他妈更恐怖。来，谢谢中山的顺子斗内，他说回想跟同学2人毕业旅行途经南投鱼池，刚好遇到师对抗，几年后换自己当兵下基地，苦中有乐。以前师对抗都要死人的呢，哎，算了，我们就不多提了，吓死你了吧？来，我跟你讲，接下来这一个呢才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来，接下来这一章是我这几天研究汉光42号演习，没有办法克制自己，我差点笑到尿失禁。但是笑完之后，我觉得干好冷啊，不知道是因为缩一下还是怎么样。来，我们先讲故事。8月12号演习第8天，进入纵深防御暨持久作战阶段。国防部主动释出，经文社主动报道，中央社、联合报、风传媒、自由时报、东森全部跟进了一则新闻：海军陆战队2栖征收大队执行留置作战。我念官方的描述给各位听，这段是重点，你们听听，注意听每一个动词。这什么呢？军事新闻通讯社好像不是官方的，好像是那个民间的，但我先不管。来，2栖征收大队接获命令后，到战备港口卸除艇上各式武器装备，用天幕遮蔽快艇，执行突击艇伪装及反资敌作为。反资敌就不要让敌人拿去用，那遮不起来呢，就炸掉。随后，队员疏散到港口周边，完成人员去识别化，并民用车辆装载物资机动前往安全屋，与先期潜伏人员会晤，交接囤储物资与装备，执行潜伏与战备整备。自由时报军武频道的版本讲得更明白，蛙人小组在模拟前线防线被突破之后，迅速展开人员去识别化，卸除身上所有制式臂章。与识别化整为零，改搭民用车辆机动，隐秘渗透，并进驻城镇中的安全屋潜伏。各位，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作战。你可能一时间听不懂，但是这个作战呢是有多么严重，你必须要了解。来，什么意思？第一个，脱掉所有臂章跟识别；第2步换民用车；第3步混进城镇，住进安全屋；第4步晚上出来搞破坏。好，这是什么？这是全世界地下抵抗组织的标准操作。2战的法国反抗军南斯拉夫游击队越购都是这样干的。而地下抵抗组织的第一守则是什么？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所以中华民国国军的版本是国防部发新闻稿，军文社全程跟拍，照片高解析度，光线很好。中央社、联合报、自由时报、风传媒、东森全部转载，标题就写潜伏安全屋，实施伏击。在听直播的各位，如果你家隔壁那间空屋刚好是安全屋，恭喜你，你现在知道了。对岸也知道了，全国都知道了，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个开直播的地下组织。秘密潜伏，但是有媒体联访；化整为零，但是有集体合照，耶！去识别化，但是全国媒体帮你标题下豪下买。2栖征收大队留置作战人员去识别化伪装。我不知道对岸的情报单位看到这个新闻是什么心态。解放军现在好为难呐、他妈我们都放假，他现在可能在加班干，这什么垃圾新闻？是真的假的？怎么会一个演习一直出包，一直出包，一直出包？来，他们想，这是反间谍吗？这是欺敌吗？我左欺敌啊，右欺敌。诶，还是说台湾人真的认为把秘密行动发布出来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吗？来，荒谬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我要请各位认真的想，什么认真的想？因为这牵扯到蛙人的性命。各位趁这个时候马上按个赞，好不好？我不知道今天现在有多少人，赶快按个赞。这个目前800多人，好，但是就这样了，你先按个赞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往下走。而我脸书也按了，好，那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往下走。那为什么要继续往下走呢？去识别化，脱掉臂章，脱掉识别这件事情，在国际法上不是中性的动作。我不是律师，我今天讲的是我查的条文跟红十字会的解释，各位可以自己去查证。日内瓦公约第1附加议定书第44条，这一条在讲战斗员跟战俘的身份。条文说，战斗员在从事攻击或攻击前的军事准备行动时，应使自己与平民居民相区别。为什么要区别？红十字会2020年的官方评注讲很清楚，这个要求的目的是最大化平民与战斗员之间的区隔，从而增强对平民居民的保护。换句话说，军服跟臂章不是给军人耍帅用的，它是那道墙，把可以打的人跟不能打的人分开的那道墙。那如果不遵守会怎么样？第44条第4项，未能与平民区别又落入敌方手中的战斗员，丧失其成为战俘的权利。各位听懂了吗？军服跟臂章是官兵被俘的时候保命符，上面写的我是军人，我依法作战，你要按照战俘公约对待我，你不能虐待我，不能施行处决我，战争结束你要放我回家。去识别化就是把这个保命符撕掉。而且我要讲一个更关键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整件事情最荒谬的地方。第44条确实有开放例外，条文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战斗员因为敌对行动的性质没有办法跟平民区别，这时候只要在交战期间以及攻击前部署被敌人看见的期间，公开携带武器，就仍然保留战斗员身份，会享有日内瓦公约的保护。那这个例外是给谁用的？红十字会的官方案例教材写得非常清楚，这个放宽适用于某些例外状况，例如说被占领的领土，或者是民族解放战争。被占领的领土，国家已经没了，正规军已经瓦解，剩下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打游击，这个例外是给那种状况用的。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汉光42号的想定是什么？敌军登陆，前线防线被突破，但是国家还在，总统还在，衡山指挥所还在，国防部还在发新闻稿，5个作战区还在运作。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正规军、海军陆战队、2栖征收大队、中华民国国军的建制部队，先把自己的臂章给脱了。各位，这叫什么？这叫敌人还没有把我们打成游击队，我们自己先 cosplay 游击队。还没亡国，先进入亡国模式，这不是不对称作战，这是超前部署的投降姿势啊！这什么鬼想定？妈的，国没有亡，你就用亡国为假设，
要求你的海军陆战队放弃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你跟你的部队的士兵讲清楚。你想象一下画面，你穿了几年的军服，上面有你的部队、你的血型、你的番号、你的名字，长官跟你说脱掉、换便服、开名车进安全屋。然后这个画面被拍成照片，发给全国媒体，标题叫“展现国军不畏敌后渗透，死守家园到最后一刻的坚定决心”。我要讲几句公道话，这个事情你在别的频道真听不到，因为我讲话就是直接，就是实话，就是难听。第一，留置作战这个概念本身是合法，而且各国都有的。北约有，瑞士有，波罗的海国家有，芬兰有，二战英国也搞过。叫 stay behind， 这是正当的战术选项。我没有在说国军犯法。第二，执行的那些蛙人是全军最精锐、最不怕死的一群人，他们接到命令做得漂漂亮亮，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第三，所以问题在哪？问题在于写这个想定的人跟决定把它拍出来当宣传的人。战术本身没错，错的是时序啊。在国家还没沦亡、部队还没瓦解的时候，启动占领区游击模式，等于在想定里面预先承认我们会被占领。而且更糟的是，他把一个在法理上会让官兵丧失战俘保护，会把整个平民区拖进战场的动作，包装成死守家园到最后一刻的坚定决心，拿去对外宣传。我没有要你死守到最后一刻哦。我没有要你把整个居民区拖进战争当中了，各位，这个才是本集真正的主轴。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在这边完整的讲出来，因为实在反串不了，实在笑不出来了。这场演习对外宣传是满分，对内代价是全民买单。国外的智库看到什么？看到台湾的特种部队执行敌后留置、化整为零、不对称作战，坚守到最后一刻。哇，台湾终于学会了现代战争。报告写得漂漂亮亮，实际上发生的是什么？是一群最精锐的官兵被要求脱掉他们被俘时唯一的法律保护，去藏在平民的社区里面。然后这件事情被公开报道，去识别化拿掉的不只是臂章，是官兵被俘之后那张我是军人的保命符啊。这一章的战略结论，我不会用战争罪这种字眼，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我可以讲一件事情，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军人的法律身份都不当一回事，在演习里面公开要求他放弃，并且当成宣传素材，那这个国家对于保护自己人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那个新闻稿写得很清楚了。而且真相总是伤人，这整套动作最大的受害者不是敌人，是执行的人跟他躲的那个社区。来，我们继续要讲，这些蛙人去识别化进安全屋之后，用什么掌握敌情？用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叫 TAK， 还有无人机。那个 TAK 系统呢，就是我们第4章要讲的，教招弟兄在讲的那个共同战场图像软体。基层说营里面根本还在用中科院昵称科院的老旧通信系统，新式手持112无线电已经伤痕累累，讯号时好时坏。所以我国的地下抵抗组织藏在安全屋里面，用一套讯号时好时坏的系统等待总部指示，而且他们不能用5G 网络跟手机，因为政府把他的手机停掉了，而总部在发新闻稿。怎么搞的呢？来，我们故事还没结束嘞，笑死人了。来，上一章我们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这一章我们讲另外一个资源错置。汉光40号演习期间，有个画面在网上非常红，很多人说太帅了。梁山特勤队蒙面现身，执行空中突击任务。画面确实帅，那是我国最精锐的部队啊。搭直升机蒙面，全套装备，这是好莱坞等级的画面。TVBS 的粉砖底下一堆人喊国军加油，但专家看之后讲了一句话。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泰元指出，梁山特勤队是针对敌军指挥官等高价值目标进行斩首的小分队
作战部队，不应该用于山区反渗透这类一般常规科目。专家并批评，高山或反渗透地区本来可以由山地连或特指部特战营负责，把稀缺的顶尖特勤放进山地作战，形同把特勤当一般步兵用，无法体现其战力价值。我用一个比喻，各位就懂了。你花了大钱，排了3个月，请到一位米其林3星主厨到你家，然后你跟他讲说，师傅啊，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便当放到微波炉热一下吧。就是这个意思啊。主厨很专业，他热得非常标准，火候完美，塑胶盒完全没有变形。但是各位，你请他来是干什么的呢？梁山特勤队是拿来执行一般兵的工作的事吗？来，这个 Aniki9295 说，我是通信群三山化兵群，通信群什么编号忘了。他说以前受训用的是老美号称给台湾最新的通信设备，拉车出去能用就那几台，最后还不是要打民间手机。梁山特勤队是什么？是台湾训练成本最高、汰换率最凶、养一个要好几年的那种人。他们的存在目的是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摸进敌人的指挥所，把敌军头目的脑袋摘掉。结果汉光42号演习派他们去山上巡逻抓渗透，干是要抓谁？山老鼠是不是？然后你把上一张跟这一张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件很妙的事情：同一场演习，2个完全相反的错误。第一个，留置作战，把正规军降格成游击队，该穿军服的脱了军服；梁山特勤把顶级刺客降格成巡逻兵，该去站人头的去站岗。我们的人力配置精准的把每一个人放到最不该放的位置，挖人去演地下组织，刺客去演山地步兵，这不是缺人啊，这是才华的量子错位。每一个人都在编制里，只是全部站错格子。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有评论质疑，现代战场环境下，直升机低空飞行执行空中突击风险极高，如果缺乏完善的护航跟掩护，很容易被敌方防空火网击落，一锅端。谢谢 Natasha 的抖内。这个质疑，我帮他找一个更有力的例子。各位有没有看过《黑鹰计划》（Black Hawk Down）？1993年，Mogadishu 全世界最强的三角洲部队加上游击兵搭黑鹰直升机执行城镇突击，结果呢，2架黑鹰被 RPG 打下来，一夜之间18名美军阵亡。RPG 是什么东西？几千块路边军火市场，你去非洲到处买得到的东西啊。黑鹰是什么？是几亿的一个直升机，里面坐的是10几年才训练出来的特种兵啊。而摩加迪休的敌人是民兵，不是有一整套现代防空系统的解放军。所以我们把最贵的机、最精锐的人用最脆的方式送进去，是要演给谁看的？来，接下来我要帮国军讲一句话，因为国军这一次真的很委屈。有个说法在网上流传很久啊，说国军不是装备烂，是不会保养。来，有一位刚结束了宜兰14天教召本身应该是职业军人，退伍前是云豹驾驶的弟兄，在 Threads 上面写了一长串，里面提到一句，他说狙击枪缺乏料件维修，甚至拿到拜登送的生锈子弹。他还特别注明，真的是美元送的，不是买的哦。我看到这一句，第一个反应是这要查。如果这是台湾自己保养不好，我们愧对拜登啊。那但如果不是，我们在冤枉那些插枪插到半夜的弟兄。来，没有完啊，各位，这他妈是真的新闻啊！那个子弹真的生锈了，为什么生锈？吓死你好不好？来。2024年9月，《中国时报》报道，标题就写美国军援台湾清库存，大批弹药是1983年产的。
43岁的子弹呢，防弹背心发霉，内容引述是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指出台湾在2023年12月收到的 PDA 军援物资出现无法使用的状况。各位，1983年产的啊，1983年产的。那个弹药比很多在听直播的同学年纪还大，那批东西送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早就超过保存年限了。所以生锈子弹这件事情责任在哪？不是我们锈的啊，是原厂交给你的时候就锈，你他妈还把它发到基层翻牌里面去。这是美国的总统拨款权 PDA， 直接从美国国防部的库存里面调拨物资给台湾库存的。各位听清楚，这是库存。仓库里面清出来的东西，我们这个频道的分析实质上是比西方智库更深入，因为我们不会预设谁是好人，谁一定要相信。所以我今天要讲，当美国送你仓库里1983年的弹药、发霉的防弹背心，这不是纯粹友谊，这是库存管理啊！人家仓库要清，销毁还要花钱，送给你省了销毁费，又赚了外交人情，账面上还可以算成几亿美金的军援，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好生意，好生意。而我们弟兄拿到什么？生锈的子弹、发霉的防弹背心，被网友骂。敢在听直播啊，插过枪的各位，你知道那个委屈吗？阿卡塞斯就是弹补式啊，那个子弹又不是你弄生锈，送来就在别人仓库里面放40年，你能怎么办？本章的结论呢是等价交换。我们常说美国会不会保台这个问题问错了，真正该问的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们付的是什么价，收的是什么货？我们付的是全世界最贵的军售价格，拿最精锐的部队去配合演出，而且要先付钱，把国防自主的成绩单交出去，给人家打分数。我们收的是1983年的弹药、发霉的背心，加上国际媒体上一句台湾正在进行有意义的军事改革，宣传我们收到了，子弹是生锈的。而最伤的时候啊，这个真相是一个刚做完14天教召、脾气很好的弟兄，在段子上面顺口写出来的。他写这段的时候，还特别怕人家误会，他说这真的是美元送的，不是买的，不是我们拿到就是锈的。他怕什么？他怕人家以为是国军保养不好，我们的兵在替美国的仓库背黑锅，还怕自己说出来会害到部队。好啦，这一章讲完了。下一章，我们直接把麦克风交给这些倒霉的教招兵，看看他们怎么说。哦，顺带一提啊，各位一定有人会问，为什么今天这么晚直播开始？因为我带全家，我跟全家人一起去吃 Nagi， 就你知道在大池那边有那个 Nagi 拉面，然后我在门口见到一位张先生。张先生白发苍苍，看起来健康尚可，但坐的轮椅，而且他的张太太呢在后面走，所以至少张先生，我猜他应该去吃茹丝葵呀。但是，我实际上又不能跟他讲，0050买一下，你买了没呀？我也不能跟他讲，我也不能说，你最近股票表现不太好哦，所以我就这么静静的目睹了他把路先让开，让他们走出来，然后出去。然后我2个儿子，一个认得，一个不认得，就这样子啊。坏掉龙9说，因为记得关请支持麦克风担任阿鲁巴老猪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猪助打击，谢谢。姨说到了，刚刚一直担心没有要直播，开心，大家按赞哦。有我，但是我见到 Morris 张同学啊，谢谢 TikTok 那边的抖内，原说直接给个赞。然后纸巾泥池里捞不到鱼，朱大连麦克风都关了，干太顺手了。C 没声音，朱架一说知识补充。米勒长说，眼前有人发现一个 bug， 为期10天9夜不模拟天然气供应，切断电力如何调度，与民间断网却不体验断水断电如何应对。子祥说，在印巴之战之后，能提升国军士气的只有印度，没有之一。DHC Jessica， 谢谢你的抖内。C909， 谢谢你的抖内。Black Draco 说，台军不但演示各种公庙放弹药、海巡装导弹、民用卡车。
运炮弹是让解放军收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将来攻击民用目标的合法性。哎，不是，我跟你讲，这次很多教招都是在公庙集合哦。但是遇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我先预告：你在公庙集合100个人打地铺，对不对？在那边开野炊、炒菜、装便当，是不是会制造很多垃圾？对吧？我告诉你，当地的清洁队说：“你们不是本地居民，这垃圾我不收。”所以我们的国军演习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干他积了一大堆垃圾，不知道丢哪里去，帅吧？来 ，Claudia Hanna 说追赶斗内，方律来都不知，看重播才知，下次能否提早通知？1-2个礼拜他会来一次啊，而且我前几集都会通知的，你就是跳着看，你不能怪我啦。这个好，后面又打了一堆好，请各位在抖内的时候不要乱按自己的手机。来 ，Miss 阿卡塞说，小抖的目标支持9个使用阿萨布鲁道具担任阿尔巴猪大活动，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网友烦请点选置顶连结，一下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By the way， 猪大背景的那张图呢，后面那只戴墨镜的蟾蜍肯定是女兵，有够性感。你的性癖也太奇怪了吧？还有我们置顶的那个丰裕蜂蜜的红蛋比蜂蜜哦。这个是只剩2天了，明天是兵哥来，我明天卖最后1天哦。当然是莫里斯爸爸呀，不然是谁？他应该去吃茹丝葵啦。好了，第4章，我跟你讲，第4章内容很多很多，就是这样子。希望莫里斯爸爸呢正宫康泰，身体健康，能够吃得了茹丝葵，应该还好吧？茹丝葵那个牛排很好啊，就蛮贵了一点而已。好，这里很多啊，后面这个东西我只是证明确实其来有自，我们还把每一个人的都遮起来。来，我这一章要快快讲，不要抱怨语速太快，因为东西实在太多。我今天光脚本做到2万多字啊！来，这一章内容不是我讲，是后面这些人讲。我先讲一件事情，这次汉光42号演习啊，同步搭配同心36号教育召集，全面改成14天，以前是5到7天，今年改成14天，南北各动员1个旅，总共大概5000人，所以这是第一批完整吃完14天新制的人，他们8月中放出来了，就跟汉光42号演习同时结束，然后 Threads 上面有一个叫做教招14天的标签，累积了大量发文，我看了几百则，今天我挑几则最有代表性的念给各位听。我先讲证据等级，事务所的规矩有讲前面，这些全都是网友自述，我没有办法一一查证每个细节。我今天引用的是一群刚做完教招的人公开讲了什么，而不是国军的官方状况就是这样子。各位分寸要抓好。但我要说当几百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部队讲出高度一致的内容的时候，那个一致性本身呢，就是一种资讯啊。来，第一位，我给他最专业、最高的敬意，他的账号我不透露，我不想害他被出征。各位只要知道，这位是刚结束宜兰14天教招，退伍前是云豹驾驶，标枪飞弹专长，中士退伍。他发了一个5连串文，377个赞，44的留言，78次转传。我念重点，第一个。现在部队车况后勤地狱 ，CN32、CN33 云豹多辆故障，枪塔无法射击，送翻修。新接的 CN34，因为34编号是变成链炮圈杠，电瓶室设计不良，无防呆，常常没电发不动。学校单位只教猪园保养，只能自己找资料。现在年轻驾驶直接摆烂，不想开不想管。中战货斗破洞勉强硬开，悍马一直坏一直修，轻战坏到要向外单位借车。CN22、CN23破炮车整路喷油，用拖的 M60A3 老旧，而且缺战车兵，2级技工有技术，但车坏太多，修不了，完全压垮。各位不想开不想管啊，这个有多严重？这是没有士气啊！
这6个字是这一集最恐怖的6个字，比48颗炮弹滚水波恐怖100倍啊！因为炮弹掉了可以捡回来，一个年轻驾驶决定不想开不想管，我要摆烂，你捡不回来。然后他说，人员与干部状况，教招人员混杂，自愿役干部因为任务太杂，纷纷往免，战备单位逃，留在基层的每个都累要死，时间到就想走人。指挥官依然很黄埔，比起作战更喜欢找部队麻烦。无人机跟狙击组嘛，教招只操作便宜的4轴无人机，80万的热显像无人机怕坏，不给教招兵摸。营级用的是200万的中科院侦察机。各位，这句话我要停下来讲。怕坏不给教招摸。我们花80万买一台热显像无人机，然后因为怕坏不给要用它的人碰。在听直播家里有长辈的各位，你知道那个情境，阿嬷买了一台新的电子锅，舍不得用，供在柜子上，锅子比人要长寿啊。我们的国防装备啊，正在被当成阿嬷的电子锅啊。城镇战 CQB Close Quarter Combat 近距离密闭空间战斗。他说跟特战一起受过训 ，CQB 的射击姿势不难，难的是教招人员根本没有时间磨合队友默契，假敌对抗打空包弹，打完还大家要发疯式找弹壳。在听直播当过兵的各位啊，你们现在一定在苦笑，对不对？我们演练城镇作战，模拟敌军已经打进来，国家存亡之际，生死一线，然后打完空包弹，全班趴在地上找弹壳，因为弹壳要缴回，因为数量要对，因为督导要看。我跟你讲一个画面啊，共军打进来了，我们的部队在城镇巷战开火撤退，有人喊等一下，弹壳还没捡。好，通信状况我要再讲。退伍前呢，这一个网友他有接收新式的手持112无线电，现在已经伤痕累累啦。车装通信还是使用科科院的老旧通信系统。由于台湾障碍物多，天气潮湿多变，无线电讯号时好时坏啊。各位还记得上一章吗？留置作战的蛙人躲在安全屋里面，用 TAK 系统跟无人机掌握敌情，而基层告诉你，通讯系统时好时坏啊。安全屋里的小组可能根本收不到讯号啊，他手机也被废了，你知道怎么办？看 Netflix 吗？那天气跟体能这个没有办法。天气状况很吃体能，但他说他服役就担在战斗部队，反而习惯，只是吃口粮配水才有电解质，身体才有水分散热。也看到有人热伤害就中暑送医院。结论是他自己写的结论他讲很多东西其实我都不知道。他说事情未来只会多不会少，宜兰成立联兵营之后，只会有铺天盖地的督导跟纸本资料要做。西部单位怎么撑过来的，东部就怎么承受啊。然后他说给现役学弟的真心话，我都跟现役的学弟说，新式步枪、新车辆、新装备进来，战力有没有提升不知道，但督导跟做不完的资料一定先来。装备设计不良，保修物料件短缺，加上只注重纸本数字的长官，这才是基层最先真实的困境。你不要说我泄密啊！妈的，干网友说，有没有解放军弟兄记得给朱大抖内干，记得赶快抖内。但这都是公开资讯啊，我没有泄密啊，他们自己出来，甚至有的还在教招的时候就出来贴文了。这不是抱怨文这5则真的让专业人士笑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媒体敢报，因为我看到这个报告分析之后，发现大挫赛等于你把这些专业人找去教招，教招完之后他跟你讲说不好意思不能打，这比国防部新闻稿专业100倍的验收报告啊！它有具体车型，有具体故障模式，有具体金额，具体制度并照。他甚至会帮国军说好话，这个人是真的在乎，真的在乎的人才会这样写。而国防部什么结论？军人落实风险管控与安全纪律。好了，底下留言更夸张了，他说有一个退伍24年老前辈说啊，国军的后勤补保体系一直是个问题，基层单位申请
料件或是维修，到你退伍还不见得会下来。装备督导呢，就是被督导官鸡蛋里挑骨头，只看文件有没有到位，却不会想申请料件要何时才能拨发。哎，但是不对，以前如果你的连长刚好认识这些督导官呢，晚上带他去小吃部灌酒就过来。各位，洞洞2表跟洞洞4表呢，就是零件申请单。你的车坏了，你要修，你要先填表，填了有零件的才能往上送。然后这位前辈讲的是你退伍了，你的零件还没来。24年前是这样，今年那位宜兰周氏讲的还是这样。来，另外有一位呢，服役20年都在野战单位，前年底呈报，去年初退伍。他理由只有一句，因为看到的事情跟你一样，所以我他妈退了。好，来，我们这样讲，这条线把它拉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妈这样干真的很恐怖啊！什么叫恐怖？恐怖就是妈的几十年来都一样啊！1991年一样，2002左右退伍的老前辈一样，2026年一样。35年呐，35年来，我们换了6任总统，换了不知道几任国防部长，买了 F16，买了 M1A2T， 买了海马士，买了云豹，国防预算翻了好几倍。而基层讲的是同一句话哦，那个料件到你退伍的时候还不见得下来哎。我上一集讲过一个结论，今天我要修正它，往下修。我上一集说问题是最后一缕的纪律错了，不是最后一里，是35年来那最后一里从来没有铺过啊。第3个更直接，没人就是没人。发文的是一位做招募的干部，他说只能说没人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啊！还有人在那边扯什么旗东市加薪会造成问题，蓝白砍预算什么的都狗屁。现在的问题是部队薪资根本不足以吸引人。我招募约谈哦，这是负责招募的国军干部哦。他说我招募约谈20个大学生，17、18个都跟我说，我去科技公司轮班就有4万多了，没有个6万，我他妈干嘛选当兵？20个里面17、18个人，90%呢。90%呢？各位要怪谁呢？难道你要怪我们刚刚吃拉面看到的张同学吗？白发苍苍张同学，来，在听直播啦，家里还有小孩要选工作的各位，那你怎么建议呢？你会叫你儿子去当兵，还是去科技厂轮班？你不用回答，数字回答了。底下有一位同袍补了一刀，整天只会喊要钱买装备，对于缺员的问题不当一回事，加薪摆烂不理，并不是零加薪摆烂不理，是叫你加钱摆烂不理。这样说有多重视国防，只能呵呵啊！各位，这就是等价交换最赤裸的版本。装备可以用钱买，买了有照片可以拍，有新闻稿可以发，有国会可以报告，人不行啊！人要用薪水养，用制度留，用尊严撑，这3样都没有照片可以拍，所以我们一直买装备，因为装备会出现在新闻稿里面。再来这则更妙了，再来这一则，整批里面八仙乐园教招，他就觉得这些教招很像八仙过海啊。倒数第2天呢，要缴装备，对不对？这位弟兄呢说他的个人战斗背心哦，2块抗弹板，外观没有破损异样，结果缴回的时候被告知抗弹板变质受潮，可能需要他负责。承办人一边打电话确认是不是正常损坏，一边把他扣留在现场，不停跟他说：“你领用的时候有签名，需要负责；怎么领到的时候没有确认有没有异常？你妈的，我平常是一个死老百姓，我领到战术背心的时候，我还要看里面的抗弹板有没有受潮哦。而且更重要的是，才他妈9天的教招，我是掉到水里去了吗？怎么抗弹板受潮是我个人各装我要负责啊？”然后这一位教招兵呢，就直接讲，他说装备外观没有异样破碎啊，你们也没解说检查方法，我怎么会知道呢？结果士官长了不起，他说你在外面工作领到装备，不管有没有人带，都应该自己检查好是不是呢？
结果啊，他等了20分钟，电话问到受潮是正常现象，不用他负责。来，我们还原一下这件事情逻辑啊。第一个，抗弹板受潮是正常现象，这是官方电话确认的事情。第二，既然是正常现象，为什么一开始要他负责？第三，扣留他在现场20分钟，不停灌输他要负责，那位士官长是不知道这是正常现象，还是知道，但是先推再说。谢谢温蒂利的抖内。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这不是一个抱怨，这是一个体制的缩影。在这个体制里面呢，最重要的不是东西坏了怎么修，是坏了算谁的。因为修东西呀，要动动2表，要动动4表，要等到你退伍，而找一个人来扛，瞧20分钟，而且不用等零件，就他害我的，报废他赔。推责任的速度呢，比补给的速度啊，快了大概24年吧。谢谢温蒂利的第2次抖内。来，这位士官长那句话说：“你在外面工作领到装备，不管有没有人带，都应该自己检查好，不是吗？”我要说这句话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他讲的对，成年人本该检查自己领到的东西，但问题是他在推责任。当一个组织开始用你应该自己负责来解决我们的装备会受潮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放弃修东西了，他在修的是账。好，各位，接下来这一则是最关键，但是没有媒体报的一个东西。干，我也不知道，这超好笑的，为什么没有媒体报啊？妈，3立民视不敢报，是不是？来，笑完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有一位弟兄说，根据现役干部描述，现实所做的14天教召制度，是为了加强未来城镇作战能力，希望招员以城镇为基地实行作战训练。然后他说他无法理解一件事啊，有接近100人的教召部队在地方公庙、学校、活动中心进行教召的时候，日常起居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跟厨余，对吧？因为东西难吃，都他妈要倒掉啊！那你还真吃，他们还要派人偷偷去买便当呗。那每天都会听到清洁队或垃圾车表示，就都马得古拉塞尼等等，因为教召单位并非当地居民，拒收这些人的垃圾。各位啊，我们演练了10天，我们岔跑道、封桥、堵雪隧、拖臂章，派刺客去巡山，把总统的车队拍成纪录片，然后惨遭环保局击败啊！我要正式宣布，经过本节目10天的密切观察与分析，中华民国国军最强的战力找到了，不是云豹，不是 M1A2T， 不是海马式，是那台垃圾车。雷达挡不住橡皮艇，海巡拦不住观光客，但是垃圾车挡得住国军呢。而且各位，这件事最深的一层在这里，我们来认真想一下，如果共军真的打进来占领台湾，他们面对什么？他们面对的不是国军，国军已经去识别化进安全屋了，他们要面对这一整套系统是垃圾没人收，因为占领军不是当地居民，然后他们要在就地补给，他们要填动2表，然后要告诉他等，大概要等24年。第二，督导来了呢，纸本资料没做完，全年被电。第4，发现80万的无人机因为怕坏不给人用。第5天打完空包弹要找弹壳，全年趴在地上找。各位，如果解放军进来要照着国军的这个角度走了，妈瞬间占领成本破产了，这才是真正的不对称作战呐！我们的官僚体系啊，就是最强的纵深防御啊！共军如果聪明，他们应该演练的不是登陆，是怎么在14天内申请到一个料件。他们做不到，没有人做到啦。而且我这样讲，那些美国智库，那些来台湾什么那个大西洋理事会的观察员 ，CSIS 的观察员，看到这个吗？看得到台湾这些人下去城镇作战演练，结果做出来垃圾跟厨余，垃圾车不收。看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你还会说那个演练一切顺利？去你妈的，才没有嘞！好，但我们还是要严格的讲一下，因为那个弟兄后来很认真严肃的问了，他说城镇作战需要的不仅是国军的训练及调度啊，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各县市政府的环保局却要为难国军？
他们也不是在为难国军啊，是国防部没有告诉内政部，内政部没有告诉各县市，各县市没有告诉环保局，环保局没有告诉清洁队，说这些国军垃圾你要收啊。各位听出来没？这一位教招兵不是在骂，他是在问啊，他是真心不懂啊，为什么一场全民防卫的演习会在垃圾这种事情上卡住？因为就很好笑，这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啊！妈的，大家就是在那边瞎演，根本没有想清楚，好不好？垃圾不落地嘞。答案很简单啊，答案就是因为没有人负责把这件事想过一遍。城镇任性演习，把管制、罚则、断网都设计好了，从3万到15万的罚锾都写进去啦，但是没有就是没有。哎，全国停止室内化营业也想好了，就是没有人想过100个人住在活动中心里面14天，垃圾要怎么办？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第2个主轴。我们的国防很擅长设计限制人民的部分，很不擅长设计支持自己人的部分。来，还没完，海陆教招。他的教招兵说，14天以来满满的抱怨，累到靠背，整天全副武装，顶着大太阳在外面操课，然后叫他们从晚上10点行军走14公里，还要扛着81破炮，大约14公斤，在完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直接走。妈的，你每天去健身，你还要热身呢，这里不用。想当然。走不完，只走到8.2公里，而且还要继续全副武装走完全程，全程的休息只有休息大概20分钟，走到目的地已经凌晨3点15分，而且里程还远超过14公里。他说这些我都忍了，最不爽的就是连吃的东西也这么烂，这14天来我没有一天是吃饱的。各位啊，这一段我要停在这边啊，我没有一天是吃饱的啊。14天，一个成年男性全副武装，大太阳下操课，半夜扛14公斤，走14公里，走到凌晨3点15分，14天没有一天吃饱。我们第5章开了一个满汉全席专章，专门讲吃的。第7个，接下来就是我背后这一则啦。这一串的串文呢，浏览数107397次，主文3600赞。发文者写说，不是柯文哲，是发文者写说，这次教招在里面最大的话题是，大家几乎都是下次打死再也不投民进党了，不要再说什么保卫国家的屁话，要保卫国家就去当兵。底下的留言区有人说，我这边也是一样，大部分都在骂民进党。有人回说，妈的，我们配合律师部长演戏。有人写沈伯洋只服替代役，结果叫我去打仗。各位，我要讲几件事情，听清楚。第一个，我可不知道这代表多少人，这是网络的同温层。这位发文者自己也承认，留言区有大量不同意见的人在跟他吵，他自己还算了一个比例，所以这不是民调，我不会把它当民调用。第二，这里面有些话很难听，有些话呢我就不讲了，免得被告我也不背书。第三，但有一个东西是真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民怨确实存在，而且它出现在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出现在那些真的去了、真的走了14公里、真的扛了14公斤的人身上，这才是最严重的地方。政府推14天教招，论述是什么？全社会防卫韧性，要让国民感应到自己是防卫的一份子，强化保家卫国的意识。实际得到什么结果？是一群刚做完教招人上网说下次打死不投民进党了啦。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不管你政治立场是什么，你都应该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这代表这个政策在他自己的设定的目标上自爆啦。不，
他花了5000人乘以14天的社会成本，产出的不是防卫意识，是政治怒气。而且最麻烦的是，这个怒气产生第二层对立。你看留言区在吵什么？他在吵没当过兵的青鸟在酸有当过兵的。发问者自己说：“拜托，抗中保台的青鸟都快去签一签。国军这么缺人，不要让我觉得抗中保台都是出一张嘴。”而且他后来自己补了一段，这段我觉得比原文更值得听。他说最后的2天呢是4公里行军，目前这篇文3000多个爱心，500多则青鸟留言，不对，500多则留言里面6比1的青鸟，每6个反民进党的人才有1个青鸟。怨恨就是怨恨，不会因为青鸟侧翼的言论而改变想法的。然后他加了一句啊，不相信讨厌民进党这件事情存在，你就叫招多叫几次，你就会看到结果的啦。来，接下来这一则呢是坏掉的龙龙酒回报的。那我的 AI 把它误会成参演人员，其实不是，他在演习地旁边有工程。他说原定工地外有连队对抗，小兵要从一个休息地走路到我这边打对抗，遇到下雨，长官决定取消。然后他下了一句评语：我们的兵好棒棒，大太阳不能打，下雨也不用打，敌人也超仁慈，有太阳跟下雨都不会打过来，真棒。你看，在我们的想定基层指挥官里面，共军是会挑天气的。共军的登陆窗口本来就只有几个月啊，1年就只有几个月，而且一定是挑最恶劣的时候打，因为那个时候你反应最慢嘛。那我们的演习，大太阳会取消，下雨取消，剩下什么时候能打？春秋2季，晴天不会太热，长官心情好，督导刚好不来那几天，共军会说：报告首长，台湾方面表示只接受晴朗凉爽的日子攻击，请问要不要配合？傻了吧？来，还有一个东西，我前面提过，这边展开讲，因为它是这个政策真正的成果。大家干成一团呐、什么叫社会韧性？简直是互干比赛。同样一则串文，发言者后来又写笑死，看到一堆留言，不想当兵跟没当过兵的青鸟在酸人家教招的，然后他说拜托抗中保台的青鸟都快去签一签，国军这么缺人，不要让我觉得抗中保台都只出一张嘴。底下有人回，我前几天才看到一个青鸟说他工作缴税就是在抗中保台，另一位说我这边也是一样，大部分在骂民进党。还有一位讲的最直接，我直接念他2句就好，后面我就不念了。他说骂民进党是应该的，我去教招意味着上去死的是我。各位，我们把这整件事收一个结论：政府花了5000人乘以14天的社会成本办了这场史上最长的教招，他想要的产出是全社会防卫韧性，结果搞到他自己掉票啊！每办一次5000人就掉5000张票啊！你看他能掉多少人？实际产出是什么？第一层产出，刚走完4公里，扛过14公斤的人说下次打死不投了。第二层产出，一群没去的人上网酸那些去了的人。第三层产出，去了的人回酸，你们那么爱抗中保台，怎么不去签下来呀？所以这场教招最终产出最大的一个产值，是一场关于谁比较爱国的网络互骂。政府说要凝聚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凝聚出来的是社会对立的韧性。这个韧性非常强，短时间内拆不掉，而共军什么都还没做。来，你不要讲了，接下来呢？接下来有一个更鸡巴烂的事情啊！来，这一章我们要好好讲，让我把我的人头缩小。先给各位看一张照片。后面的国防部自己提供的，不是偷拍，不是网友爆料，是官方发布，希望大家看到的宣传照。照片说明是这样写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关心招员专长、训练内容及心得，并起招员依训练实况提出建议。画面是这样子啊，这是野战指挥所，上面有伪装网。
桌上摊着作战要图，有三角板，有量角器，周围站着一圈官兵。哦，听起来不错，对不对？看看这些官兵怎么样？防弹头盔、护目镜、防弹背心，连坐在桌前那个女性士官，干我的 AI 看得到，为什么没发现哪个是女的？他说头盔戴着，抗弹板穿着，装具挂满，所有人都全副武装。中间站着我们的顾部长，白衬衫，没有钢盔，没有防弹背心，没有护目镜，连他妈的西装外套都没穿。各位，这就是我们的顾立雄部长啊，法律系出身，职业律师。从这张照片，我们唯一确认的一件事情是，顾部长一身横练啊，金钟罩铁布衫，以真画境，全场只有他刀枪不入，全场只有他不需要防弹，他站在那边手一挥，指挥作战要图，而周围那些穿了10几公斤装备的官兵，只能仰望他那件白的发毫无防护的白衬衫呐！解放军看到这张照片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哇靠，这个人不穿防弹衣，代表他有把握不会被打到，代表什么？代表他知道战场在哪里，战场不在他站那个地方啦。各位，这已经很荒谬了。但我真正要讲的不是这个好笑的事情呐，他妈就是荒谬了。你要我怎么办呢？这张照片是国防部主动发给媒体的，也就是说，有人看过这张照片，觉得他很好，觉得他展现部长亲民、关心基层、深入第一线，没有人觉得有问题，没有人敢跟顾立雄讲说，部长他妈演习视同作战呢。国防部长在打仗的时候不会被打，是不是？你子弹打不穿，飞弹打不透咯。你看这张照片就是我们整集的主题呀。穿装备的人跟决定他们穿什么装备的人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有网友讲说，他不是在打仗，他在打官司啦。干打官司也要穿西装打领带啊！来，我这样讲，那些官兵为什么要在这种天气、这种场合把全套装备穿好？因为要拍照，因为长官来了，因为看起来像战备就算战备。而长官为什么可以穿白衬衫呢？因为他不用被拍成战备的样子，他就是那个镜头嘛。前面那位教招员抱怨什么？全副武装棒晒，一整天全副武装，顶着大太阳在外面操课，而在同一场演习里面，来指导他们的人穿白衬衫。我跟你讲，我跟我的 AI 立场不同，在演习之中，所有人都应该全副武装。你应该戴钢盔，应该穿防弹衣，应该穿迷彩。是不是文人领军，那是另外一回事。入境随俗，你带着战斗部队就要摆出战斗姿态。我的立场永远没有变，但是这一次呢，还有一个什么海军上将，妈戴个迷彩服，妈连头盔都歪的，是他头长歪了，是不是？但是这个落差被拍下来、被发布，而且没有人觉得奇怪。顾立雄在这场演习里面从头到尾都这样穿，开心了是不是？要不要去走伸展台啊？要不要这样子？一支军队如果连谁该穿什么都变成一种表演，那么那些穿在官兵身上10几公斤保护的到底是他们命，还是表演的画面呢？来，这一章的战略结论很简单哦，我要讲一句很重的话，我引用的所有内容全部来自于愿意去的人。那位云豹驾驶，他写了5000字的验收报告，他还在关心学弟。那位抗弹板被推着的弟兄，他被扣留20分钟，他还是把装备讲完了。那位海陆教招员，他14天没吃饱，他还是走完了14公里。那位问垃圾的弟兄呢，他不是在抱怨，他在问怎么改。他们都去了，他们不是逃兵，不是嘴炮，不是键盘侠，他们是这个国家真的寄去了召集令，真的收拾行李去报道的那一群人。
而这个国家给他们什么？一台不想开的云豹啊，一颗生锈的子弹，一块被说要他赔的抗弹板，一坨白面跟一张军人落实安全纪律的成绩单。真相总是伤人，而今天最伤人的真相是，这个国家最忠诚的一群人正在用他们自己的 Threads 账号替国防部写检讨报告，因为国防部自己不写。哦，下一章要讲到吃的东西了。哎呦，靠北！那个 Real King 说，真喜欢看朱大一会儿摇头晃脑、侃侃而谈，但背景音没关，一会儿又把声音全关了，却在那手舞足蹈、挥斥万有的样子，挥斥方遒啊就不知道，就一个人，我在自己卧室妈的，你要感谢卧室直播主这么认真才对。温迪利说：“谢谢你的分析，让我瞠目结舌，真是叉叉治国，祸害天下苍生。”你看这一章，等一下更夸张，不是我在瞎扯，妈会笑死你。谢谢这个抖音那边的香琪跟中山的顺子，有空听一听啊，真的蛮好笑的。叮叮叮说，听说有个前将军说，解放军登台保证100%会迷路，因为没 GPS， 我们不用怕。那你听他这样讲，你就要害怕了。来，子祥说，当年担任火委的我，单位支援教招，伙食是我处理的，还要我们营区的伙食经费支援教招，搞得我单位负债累累，教招吃的差，自己单位也因为经费不足也吃的差，每天馒头配罐头，主官都不爽翻桌，把我抓去骂一顿，干没钱就没钱了，不然怎么办 ？OWTS 9999说，跟上真棒汉光演习大检讨。TLTW 说迟到，听到老朱说梁山作为前特战的一员，非梁山完全同意。这次把特战当步兵用，看了心中不知该笑或发火。谢谢你的用心补齐。坏掉龙九说无人机预算634亿，一分不删全部通过。谢谢你熟悉的国民党，也证明了民众党是没用的8票。不然嘞？上一章我们说要讲到便当了，对不对？我们接下去不是有人说我没有一天是吃饱的吗？来，现在我要秀2张照片，这个照片太精彩了，我把自己缩小。来，这是官方提供的，国防部官方提供的中央广播电台的报道，标题是汉光42第5战区演练野战炊事跟热食追送，官方媒体。官方公开的画面 ，TVBS 也有去拍，但是这个照片很烂哦，因为我拿到的另外一张照片，他们还有一根大香肠。好啦，但没关系，这简直是地狱厨房，有没有？大鸡腿嘞！来，接下来呢还有画面，画面呢是一口大锅，大锅里面夯啷夯啷的在炒菜。然后呢，有一位伙房兵呢，戴着护目镜，戴着口罩，穿着防弹背心，腰上右侧背着一把 T91步枪，然后他穿着白色围裙，戴着橡胶手套，正在把一整桶沙拉油倒进一口大锅里，希望这个油里面没有苯醛比啊。旁边有天幕，有货架，有电子锅，这个有整排的调味料，鸡粉、酱油、沙拉油一整排，还有一个红色的塑胶箱，上面写的细洗，就大家那个菜要细洗。令 JP 说：“天哪，好没食欲。”说得好，你等一下再看看就知道。好啦，就炒菜，对不对？那来第2章呢？你刚说前面没食欲，对不对？我给你看，我给你看。教招弟兄拿出来的真正教招在吃什么？干，笑死我！一个钢盆里面铺了一层塑胶袋，塑胶袋里面是一坨白面，没有配菜，没有肉，没有酱，一双筷子，一坨白面。各位，这就是汉光42号演习啊，头一场演习，
同一支国军2个世界的午餐啦、这连喷都不是喷还会混入一些肉、一些油，这个是没有。什么塑化剂嘞？干有面就已经很开心了，好不好？哎呦，哎，你要加美乃滋，还要加醋嘞。同一场汉光演习，一场演习2个便当，2个世界。我们先讲前面这件事好。野战炊事这件事情没有错，长期作战一定要有热食，热食是战力，这是全世界军队的共识。吃冷口粮可以撑3天，撑3个月会出人命。所以在战场上煮饭这件事情方向正确，但问题在于那把枪啊！各位看清楚那画面，他右手拿油桶，左手扶着，戴着橡胶手套，穿着围裙，枪挂在身上。现在假设共军出现了，他要放下油桶，脱掉手套，解开围裙，然后再来举枪。在这几秒钟里面，他是一个穿着白围裙、拿着油桶的靶。那把 T91 3.2公斤啊，在这个画面里面，唯一的实战功能是增加倒油时候的腰椎负担。上一集有一位观众留言讲得非常好，他说各国的自热口粮都在想办法降低红外讯号，我们在这里起3口大锅，明火炊煮，搞了一整锅，热气沸腾啊，爽是很爽啊。这在热显像仪上是什么？是坐标广播。还有一位对岸的网友啊，我也要引用，他讲的是技术，技术没有立场。他说解放军的野战炊事呢是无烟灶3人组，1个人炊事，1个人辅助，1个人持枪警戒。各位听出来了吗？问题从来不是能不能在战场煮饭，问题是谁在煮，谁在警戒。正确的答案是分工，煮饭的人专心煮饭，警戒的人专心警戒。这是美军教范的答案，这是解放军的答案，这是常识的答案。而我们的答案是让煮饭的人自己背枪。为什么？因为这样拍起来像战备。这就是本集的核心。这个画面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拍照。一个穿全套战斗装备、背步枪炒菜的伙房兵，这画面拍出来，外国记者会拍手，智库报告会引用，标题可以写台湾的战时后勤已进入实战化。真正在战场上，这个画面代表的是什么？一个是煮饭的人，没有人帮他警戒。来，我们引用方恩格跟我在聊天的时候讲的话，他在台湾住很久了，他看到东西跟我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很显然是 TVBS 拍的伙房位置或者什么角度不一样，那个看起来还有香炉嘞，所以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宫庙。那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跟方格聊天，我就直接讲，我说干这个便当酱怎么可能？你他妈根本吃不到，好不好？你看装的还不是铁便当盒，是他妈的回收塑料便当盒，吃不到啊。方恩格是外国人，所以他看到这个画面，他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国防部让媒体拍这个画面 ，KPI 到底要达成什么？这个问题就是这一集的钥匙啊，因为答案很清楚 ，KPI 不是让部队吃饱 ，KPI 是让外面看到部队有吃饱。这2件事情在陈平时期看起来一模一样，在战争的时候差别是命。我们把2张照片放在一起，第一张是豪华餐盒，鸡腿、炸物、青菜2个配菜，还有一坨酱。有记者拍照，有智库引用，有国际报道。第2张钢盆，我想大概是那个不锈钢便当吧，塑胶袋一坨白面啊，拍照人是吃它的人。第1张是给镜头吃的，第2张是给人吃的。在听直播正在点外送的各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叫外送，照片跟食物差很多，你会怎么做？你会去评论区给1颗星，
而我们弟兄不能给评论，他们只能发 threats， 然后被人说当兵本来就这样，以前更惨。我要再讲一次啊，前一章一个海陆讲的，这14天啊，我没有一天是吃饱的。各位，这句话跟那一张豪华餐盒的照片，在同一个8月，同一支军队里面，同时是真的啊，两个都是真的，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啊！宣传没有造假，那个便当真实存在，它真的被煮出来，真的被拍下来，只是它不是给那个扛14公斤走14公里的人吃的。本章的战略结论很简单呢，等价交换。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军留不住人？答案不在薪水表里面，答案在这张照片的落差里面嘛。一个19岁年轻人，他决定要不要签下去那一刻，他看的不是国防部的新闻稿啊，他看的是他学长传给他那张照片啊，塑胶袋里面的一坨白面。你要一个人为国家去死，你至少要让他吃饱吧。这不是道德要求，这是成本结构。你付不起热食，你就付不起忠诚；你付不起忠诚，你就得付更贵的东西。用装备买，用美元买，用宣传买。宣传是这3样里面最便宜的，所以我们买最多。真相总是伤人。我们不是没有能力煮出那个豪华便当，我们煮得出来，只是我们决定让镜头先吃。他妈，你是 IG 网红是吧？来，我们再看看斗内有没有什么东西呢？原说大律师在开战时早就溜了，不用穿战斗服装啊。这集看了，除了笑就看朱大身上那个大字，那个身上其实是2个字。哎，弥撒开赛的时候，双主菜便当还要挑。当初服役时，由于某些原因，本单位负债累累，主菜是什么已经很久没看过了。就跟佛光山一样啊，你干脆叫慈济来救你们算了。Doris2737说，再说下去，朱大被带走啊！干，这都是网友贴的呢，这不是我贴的。好了，来，我们再讲这件事情，秒了吧？好了，前面五章我们讲都是军队啊。哦，中山的顺子在 TikTok 上面问说，很好奇野战炊事车可以服务多少人？台湾多高山爬坡力怎么样？台湾的大概可以坐200-300人吧，但解放军可以服务900人，我也觉得蛮意外的。但是他们的那个车子效率比较高一点。来，这一章我们讲你，前面讲军队，我们讲你，因为汉光42号演习不只是军队的事，它绑了一个东西叫城镇韧性演习，而这个演习的对象是全国国民。而且我告诉你，你他妈不知道，有网友在 PTT 上贴文讲，他说他朋友是外国人，所以他来台湾用漫游，漫游没有段数哦。你的外劳如果用漫游都没有限速哦，那些外国智库、那些外国媒体没有限速哦，是他妈你是死中华民国老百姓，你才限速啊！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啊！总有一天，在你的土地上，你缴税，你的待遇特别差，好吗？你自己想办法。来，我们把8月13号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讲一遍。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北部7个县市：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市、新竹县、宜兰，手机的4G 跟5G 呢被降速到原速的1%，只保留语音通话、简讯、灾防告警、固网跟 WiFi 不受影响。中部是8月10号同一个时段先测过一次。NCC 说，北中部合计影响人口约1700万人，涵盖百分比73%。官方说法是什么？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这是降速，不是断网。
模拟天灾跟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测试切换到固网 WiFi 的备援能力。日本、南韩、新加坡、欧盟都有类似演练，选北中部是因为人口密度最高。来，我们来看看，那半个小时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外送平台在管制时段暂停，下单付款定位受限。有店家老板娘在 Threads 上面抱怨，平台显示订单延迟，外送员等待中，但外面根本没有。行动支付刷不动，超商跟卖场广播，请民众预先准备悠游卡、信用卡或现金。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在柜台扫码转圈圈，用 Line Pay 用接口，后面排了一排人。北捷公告是猫空缆车下午2点起暂停载客，儿童新乐园小巨蛋暂停营运，停车场只进不出，手机 QR 乘车码可能刷不出来，请各位好好的思考怎么办。中华电信也公告了，中华电信说，你用手机行动网络连邮局官网办线上申请、查挂号、登打托运单，可能载入缓慢或无法使用。外勤投递人员用 PDA 扫描包裹回传签收，可能延后传送。建议演练时段避免用行动网络转账缴费缴税。那有影片实测显示啊，叫外送、登入网银、浏览网页、挂医院号都失败，医院读卡机也断线。然后各位，这一段是全场最好笑的。演练期间呢，国家级警报发一则避难指引，附一个网址，那个网址因为降速打不开，网友直接拍照发上网嘲讽。各位，我把这个画面讲清楚。国家发了一则警报，告诉你紧急状况，飞弹来袭，请遵照指引避难。连结点下去，请上网址看避难指引，转圈圈，因为国家刚刚把你的网路断掉了。这就是2026年8月13号下午中华民国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实测结果。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演练，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网路怎么办？然后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网路，我们就看不到政府叫我们怎么办？好不好笑？这个 Benby 9250说，有人在百货公司遇到韩国游客，不知道演习不能离开，用手机翻译询问，但国人被断网，无法用 Google 翻译回答他们。他们可以问，因为他们是漫游，他们可以问，但我不能问，因为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妙了吧？我们要讲，今天还有网友说，干演习就是这样子的啊！我想要操你妈的，他还问我是不是被关笨了？我想干，你没被关也是一个智障啊！来，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一章的核心，也是我今天最想讲的一件事情。一场战争通信的韧性演练，通常应该要断谁的网？通常应该断谁的网？来，各位告诉我。正常答案是什么？正常答案是应该断国军自己的网啊，断政府自己的网。你要验证是什么？你要验证的是，当敌人瘫痪我的直管通勤系统，我的部队还能不能打？我的救灾、救援、救急体系还能不能运作？所以你应该做的是，把作战区的商用网络切断，逼指挥官改用卫星，改用军用微波，改用有线专线，改用传令兵，改用飞鸽传书。你要验证的是军队在断网下还能不能运作，是政府在断网下还能不能发布命令啊？乌克兰怎么练的？俄军第一天打的就是通信节点，乌军靠心链撑起来，那是军队自己的韧性问题。结果我们的汉光42演习断的是谁的网？断的是1700万民众的网。国军的网有没有断？
没有啊。政府的网有没有断？没有。NCC 自己的网有没有断？没有。固网、WiFi、有线网络全部正常，只有你啊，那个在柜台前面刷不出付款码的你，那个叫不到外送的你，那个挂不到号的你，你的网被断了。在听直播啊，当天在便利商店卡在柜台的各位，你们现在应该理解了，你就是这场演习里面被验证的那个被瘫痪的目标。你看我讲的合不合理？我讲合理吧？你应该演练军队被断网，军队通讯中断怎么办？结果你演练，妈干！你解放军来了，我比你还狠，我先断你自己民众的网。哈，有没有？看我都不知道怎么啊！顺带一提，各位记得，反正你网络没断，还马上记得按个赞。现在好像1100人在线上，但还不到600个人按赞，我们多按个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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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个赞赞赞赞赞赞赞。我用一句话总结这个想定：解放军还没来，我狠起来，我连自己人民的网都断，断到你害怕了吧？坏掉的纪元说卡在便利商店还算运气好，我卡在国道上没厕所啊，下车尿尿了啊，你还怎么样嘞？来，我们先讲断网之后人民失去了什么。我把这件事情讲深一点，因为这不只是不方便的问题，这是战略上的错误。黑暗料理大叔说我是第600个赞，好，有600个赞就好了。还有我们置顶的那个丰裕蜂蜜跟那个的红蛋笔，还有酷泰科的那个行动电源，还有还有我们有在卖的那个减伤的书，都请大家好好的订货，好吧？来，各位想一想，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人民的手机是什么？人民的手机是全台湾最大的一套感测器网络啊，2300万，每一个人口袋里有一台摄影机，有 GPS 有网络的装置，这是全世界任何一支军队做梦都想要的东西。乌克兰怎么打的？我讲几个具体的。乌克兰有个东西叫 E-enemy， 挂在他们政府的 App 叫 DIA 里面 ，DIIA。任何一个民众只要看到俄军的车队，看到飞弹落点，看到装甲部队经过，咔嚓拍照上传，位置自动带进去，情报直接进到军方的系统。俄军的纵队怎么被发现的？很多就是路边的阿北拍的。赫尔松被占领的时候，居民靠着网络互相通报。哪条路有俄军检查哨，哪条路可以走，无人机什么时候会来，他们是靠这个活下来的，靠这个规划逃生路线。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乌克兰平民拍下的每一段影片都是对国际社会的通报。布查大屠杀怎么被世界知道的？不是靠政府记者会，是靠现场的照片跟影片传出去。那些画面决定了后面几百亿美金的军援。好啊，现在回到我们的演习，我们的想定是啊，战争爆发或者模拟遭到网络攻击，然后我们把1700万人的行动网络降到元素的1%，结果是什么？结果我列给各位听。第一个，民众不能上网贴文提醒大家小心。你看到共军上岸了，你想发个文提醒邻居，你发不出去。第二，民众不能发图通报敌军入侵的道路。你拍到一列装甲车从你家门口过去，这是黄金级的情报，传不出去。台湾最大的感测器网络被自己关机。第三，民众不能像赫尔松居民一样规划无人机攻击下的逃生路线，哪条路能走，哪里有落点，你查不到，因为政府叫你上的那个避难网址打不开。第四，民众不能上网骂政府，这一条人会笑，但这一条最严重。暂时最需要的纠错机制是什么？是有人能够大声的说这个决策是错的，
这里没有水，那个防空洞根本锁着，你把网络关掉，政府就只剩下自己的简报可以看了。第五，民众不能够像乌克兰人一样对国际通报台湾的现况。各位，这一条是生死问题啊！台湾的国际资源取决于世界看不看得到我们在发生什么，而看到的方式就是每个人手上那一台手机啊。我用一句话收这一段：还没有沦陷给共军，我们自己的国军先把人民的嘴给捂住了。而且各位注意，这个动作是单向的，敌人打过来断你网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敌人要花飞弹、花电子战、花时间，而且不可能断得干净。而我们自己断，一键完成，全区覆盖，100%有效。NCC 发个公文就好。我们用30分钟证明了一件事情：瘫痪台湾的通讯不需要解放军动手。好了，再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为什么只有北中部演习呢？这是政治口水最多的点，但答案本身就是本集最高级的反串。立委葛如君质疑。谢谢 Grace 叶的斗内虚拟宝箱啊！我靠，来，葛如君说什么？全世界都在避免断网，台湾却要练习断网，而且为什么只有北中部14个县市？立委赖世宝说是故意排除南部，而 NCC 的回应是什么 ？NCC 说南部8月7号上午10点如果实施降速，会影响股民手机下单，恐引发民怨，所以没有实施。各位。会影响股民手机下单呐，所以我们的国防韧性演习避开了股民交易时段。我想问一个问题，请问解放军会等你收盘才开战吗？解放军每一次的必要，他现在就写在上面哦，是关中王来了，不是，是这个原来1点半之后才能够进攻台湾。好啦 ，NCC 怎么回应刚葛如君的那个问题呢？为什么只有北中部14个县市 ？NCC 回应说，因为南部8月7号上午10点实施降速，会影响股民手机下单，引发民怨，所以没有实施。共军的参谋部会说，报告首长，攻台时间建议选在台股收盘后，避免影响台湾股民情绪，以免引发民怨。首长说准。你在干什么啦？各位，这叫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正在准备打仗。如果你相信明天可能会开战，你不会为了股民下单而放弃一个测试，你会说对不起，国家安全优先，今天下午请大家忍耐半小时，然后我在北部拼命嘎空，嘎死你，嘎到你南部大爆炸。但我们的选择是什么？避开股市，保留民生怨气最低的时段，弄死你北部人跟中部人，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演习。不是备战，我们知道这是拍给别人看。来，有立委质疑啊，找不到法律明文授权 NCC 在没有真实灾害状况下，让民众的行动数据降速停用，就是没有。有立委估算啊，网络降速可能造成5亿到30亿元的经济损失。留言区最多的一句话叫做“谁要赔我网路费”。我们帮这句话证明一下，这句话听起来很小家子气，好像在说国家安全，你跟我计较这几十块干什么？不是的，这句话问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这半个小时的成本是谁付的？答案是你付的。政府没有付 ，NCC 没有付，电信公司没有付，是那个外送员少跑了3单，那个店家少卖了20份餐，那个要缴税人卡住，那个挂不到号的病人在等，他们付的，这就是等价交换。全民韧性演习练的是韧性，是全民收代价。来，还有罚则，防空警报响了之后不配合避难，依民防法可以罚3万到15万。
北市提醒捷运列车照常跑，但到站的旅客必须配合避难。所以那几天你走在路上可能会被罚，而且在月台上等车人自由，刚下车的人是被管制的。这个规定我到现在还没完全搞懂。还有各种管制：淡江大桥峰、光复桥峰、猫缆亭、小巨蛋亭、儿童新乐园亭、南部垃圾车跟防空演习期间全面暂停清运半小时。高雄小港的宁静社区被架设主角设施，全副武装的官兵在巷弄里面穿梭啊！还有8月3号那一次，下午2点半，国家警报大响，很多人以为是地震，结果只是演习预告。我们用一个真的警报去预告一个假的灾难，各位，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一场演习，如果它对敌人的吓阻效果无法验证，对自己国民的干扰效果却是100%可以验证的，那他到底在演给谁看？我们来算一下这笔账。敌人受到的影响未知，我没办法得知解放军看到这一场演习之后有没有推迟任何计划，或因为笑得太夸张下巴脱臼，我不知道，零证据。国民受到的影响，1700万人断网半小时，经济损失估计5亿到30亿，封桥封路停业，罚则3万到15万，外送、金融、医疗、邮务全面受影响。验证出来能力是什么？政府发的网址打不开。在听直播，当天刚好在柜台前面刷不出码的各位，我要跟你们说一句话：你们才是这次汉光42号演习真正的参演部队，而且你们没有领到那个豪华便当啦。这一章的战略结论很简单：全社会防卫韧性这6个字，它的正确意思是让社会在受到攻击时能够维持运作，而我们实际做的是让社会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先停止运作半小时，然后宣布我们很有韧性。真正的韧性测试不是关掉网络看大家有多痛，真正的测试是关掉网络之后，政府自己还能不能运作，还能不能把讯息传给人民。而这个测试我们考了，成绩是政府自己发的避难网址打不开。来，前面6章我们讲的全都是演习，这一章我们讲考试。看到底是怎样？我不知道说什么。来，这一章我们讲实际的状况。演习是你自己出题、自己作答、自己打分数；考试是别人出题而不告诉你什么时候考。汉光42号演习期间有2场真正的考试，2场都不在剧本里面，2场我们都没有通过。第一场在台北港，7月23号，2位大陆朋友滑，我不知道他是滑还是用弦外机啊，那个资料不太够，我觉得应该用弦外机啦，滑就真的太夸张了。在巴黎的沙滩上岸，然后他们开始到处旅游，新北、台北一路玩到桃园，花了7天的时间。7月30号，在桃园的朝阳森林公园落网。破案的关键是谁？不是雷达，不是海巡，不是国军，是因为钓客。在听直播，假日喜欢去海边钓鱼的钓鱼佬啊，恭喜你们！你们是目前中华民国海防体系里面绩效最好的单位。我帮各位算一下这个统计数字，这个数字我要念慢一点。今年到目前为止，国军抓到的渗透者0，钓客抓到2名。雷达那边发生什么事情？雷达操作手其实有看到光点，他判定那是海浪。海巡署长张忠龙后来公开道歉，承认是人为疏失。各位注意这个发展，这件事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抓不到，是那个判定。因为判定为海浪这件事情，等于是我们自己公布了一份教学手册。以后想要偷渡进台湾，只要你在雷达上看起来够像海浪就可以了。橡皮艇这个载具通过实测，赞，符合规格。那现在那2位，有网友说是妈北方来的，我不知道啊，没有看到资料啦，是橡皮艇啊。那但是我没有看到弦外机啦。好，那不管那个，应该弦外机啦。正常来讲不太可能嘛，用滑的。来，你看这2位，听说是大陆北方来的网友啊，太感人了。两岸关系紧张到什么程度？直航缩班，旅游禁令，交流中断，天天在讲战争。而这2位朋友克服了所有政治的阻碍，克服了台湾海峡，用橡皮艇只为了来台湾走一走。上岸之后夜宿街头，身上带着新台币，从巴黎一路玩到桃园7天呢，这个叫深度自由行啊！
而且他们比大多数观光客敬业。一般团客要坐的那个大巴士，可能去3个城市，他们是用自己想办法的交通模式。各位，两岸关系的真相在这里。政治可以封锁交流，封锁不了想来台湾的人，橡皮艇也会来。对啊 ，McKinsey 讲没错，说走就走，真旅行。好啦，这件事情我们笑完了，但有几个细节非常不好笑。第一个，艇上有3件救生衣，只有2个人，3件哦，是不是还有第3个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整的说法，是没抓到，还是那个人中途绕跑？来，第二个，外传这2人可能具有海警身份，我已经证实，我也不清楚。第3，这是最关键的，艇上完全没有找到跨海所需的饮水跟干粮。哦，所以这个新闻是这样子：2026年7月，来自中国新疆的35岁阮姓男子跟另一名来自安徽的4岁余男哦，哇哦，新疆来的，果然是关中王来了。来，等等，你要坐橡皮艇横渡台湾海峡，至少要几个小时到10几个小时的航程吧？为什么？最短距离大概130几公里。然后你要从新竹那边绕到淡水河上岸啊，妈的，这可能要到200到300公里啊！你在海上晒会脱水，会体力消耗，你不带水不带食物，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除非你不是从对岸坐过来的，除非是有一艘母船开到近岸放艇让你过来。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2个观光客的浪漫故事，这是一次测试，测试我们的雷达、我们的海巡、我们的反应时间。测试的结果对面已经拿到了，答案是7天，而且是钓客发现的。第2场考试是584旅啊，8月5号凌晨4点多演习第1天，新竹584旅进驻的营区，连长请示不明人士打开房门闯入，没有了，到现在没有抓到人，这就是渗透，这就是斩首。演习第1天凌晨，584旅的指挥官的寝室有人开门进去。这2个红队测验不是演习，但是都没有通过。来，我们来对照一下这2组数字啊。演习里面10天9夜，5个作战区动员数万人 ，M1A2T 云豹、海马式 F16 无人机全部出动，媒体全程跟拍，国际媒体报道，智库评论，最后绝对是圆满。演习外面一艘橡皮艇，2个人玩7天，一扇门1个人开了走了，至今没抓到。我们中间还有一台车卡在新北的那个限高杆剧本里面国军战无不胜，剧本外面0-2。最伤人一句话是这句啊，真相总是伤人。如果对岸真要测试我们，他们不需要看汉光演习，他们已经测过了，而且测验结果比我们的演习报告诚实的多。好了，结论是怎么样？结论来了，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81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号中午，日本天皇裕仁透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史称育婴放送。那一天，这片土地上的人啊，在收音机前面听到那个声音，有人听不懂，因为那是艰涩的宫廷用语；有人听懂了，然后哭了。3个星期之后呢，1945年9月9号，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受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降书上签字，然后弯下腰，用双手把降书递了过去。那张照片各位应该都看过。
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弯腰递出降书，那一支接下降书的军队，就是汉光演习这一支军队的前身呐。他当时什么都没有，他的士兵营养不良，武器是万国牌，补给靠肩挑，一个师的火力打不过人家一个连队。他打了8年，死了300多万人。他没有豪华便当，没有智库报告，没有国际媒体称赞，说他进行有意义的军事改革。他只做了一件事情，他撑住了。他撑到了对方弯腰啊，那你说呢？81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一集的成绩单10天9夜，汉光42号演习，我们演练了怎么炸掉自己的跑道，我们演练了怎么封掉自己的桥，我们演练了怎么用报废游览车堵住自己的隧道，我们演练了怎么把首都的地下道塞死，我们演练了怎么让正规军脱掉臂章混进自己人的社区，我们演练了怎么让1700万国民有半小时不能滑手机。我们没有演练成功的是一条系固带绑不住48颗8寸榴弹炮，一颗逃生门的螺丝锁不住螺丝门，一架 FPV 无人机的准星打到了我们同袍的肚子上，一次雷达操作手对光点的判读，一个旅级指挥官请示的门。各位，我们在这一集里面笑了很多次，我从第0章笑到第7章，但是我现在要跟各位讲，为什么要笑？因为如果不笑，就只剩下难过。我今天讲的每一个笑话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人那个背着3.2公斤步枪，穿着白围裙道游的伙房兵，他是真的，他不是道具，他是某个人的儿子，他每天要煮几百人的饭，还要穿着全套装备让人拍照。那个扛着14公斤破炮走了超过14公里，凌晨3点15分才到目的地，14天没有一天吃饱的海陆弟兄，他也是真的。那个被扣留在中备缴交出20分钟，被告知抗弹板要他赔，最后证明是正常现象的教招员，他也是真的。那位开云豹的中士，他退伍了，他回来教招14天，他写了一封5000字的验收报告，贴在网络上，里面有具体车型、具体故障、具体制度并造，还特别交代学弟要小心什么，他也是真的。那个问为什么环保局要为难国军的弟兄，他不是在抱怨他是真心不懂，他也是真的。那个被自己人的无人机打中肚子的假想敌官兵，他也是真的。这些人全部都去参加了汉光演习，他们不是逃兵，不是嘴炮，不是网络上喊抗中保台喊得最大声的那群人，他们是收到召集令，然后真的收拾行李去报道的那群人。而这个国家给他们是什么？这国家给他们的是一台年轻驾驶已经不想开不想管的云豹。谢谢 Fan 的斗内的一个芒果刨冰，一颗1983年出厂从美国仓库清出来的生锈子弹一张等到你退伍还不见得下来的零件申请单一坨装在塑胶袋里面的白面，一场被垃圾车拒收的城镇作战，还有一句话叫做军人落实风险管控与安全纪律。我现在要收了，我要用3个判断收这一章。第一个判断，这个演习真的吓到解放军了吗？我的答案是有可能但不是我们希望的那种吓。如果对岸的参谋真的看了这一场演习，认真研究了汉光42号演习，他们会看到一支这样的军队，装备买得起，保养跟不上，宣传做得漂亮，基层留不住人，能够在10天内精准的拆掉自己所有的交通枢纽。
能够让最精锐的部队脱掉军服藏进民宅，能够在演习第一天让自己旅指挥官被摸哨到现在没破案。然后他们会得出的结论不是会是不敢打，他们得出的结论会是这支军队的问题不在装备，在制度，而制度是最慢修好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把这个结论写进他们的时间表里面。第二个判断是等价交换。国军付出了什么？10天9夜，数万官兵，5000名后备军人的14天，1700万人的半小时，5亿到30亿的经济损失，无数封闭的桥梁道路，已经至少48颗滚进水沟的炮弹。我们换到了什么？我们换到了国际媒体的正面报道，智库的肯定，一句圆满结束，以及一个部长务实检讨的期勉啊！但期勉能够当饭吃吗？期勉不行啊！期勉不是不能当饭吃，是这个饭不能吃啊！这笔交易的价格是全民付的，而收获的是简报。这就是等价交换最残忍的形式。你付的是真金白银跟真的人，你收的是投影片。第三个判断，这也是我今天真正想讲的话。81年前呢，这一支军队的前身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让一个帝国弯腰。81年后，这支军队有 F-16，有 M1A2T， 有海马式，有无人机，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谋友。然后他在演练如何有秩序的、有礼貌的、有交通管制公告的，把自己的家拆到敌人看不上。我上个月讲过一句话，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我要重新讲一次，改一个字。香火没有断，只是烧香的人把香倒过来插了。我们还在拜啊，我们每年还在办汉光，我每年还在发新闻稿说圆满，庙还在，香炉还在，仪式一次都没有少。只是那炷香哦，已经不是为了让神明看见我们，那炷香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们还在拜。而真相总是伤人，今天最伤人的真相。不是48颗炮弹掉进水沟，不是无人机打中自己人，不是垃圾车拒收。最伤人的真相是这个国家最忠诚的一群人，那些真的去了的人，他们正在用自己的社群账号替国防部写检讨报告，因为他们知道国防部自己不会写啦。而他们写完之后得到的官方回，你知道底下还有人留言说，你不要写在开放的地方，大家都看到，你写信给国防部长吧。开我玩笑，你当我们以前没打过1985是不是？他们写完之后得到的官方回应是圆满结束。什么叫圆满结束？圆满结束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今天瞎掰，就这么样。在听直播的各位，如果你今天笑了很多次，我要谢谢你，因为那代表你听懂了。但我要请你笑完之后记住一件事情。这一集里面所有让你发笑的人，不管你是对岸的网友，不管你是台湾的网友，都是真的。那个开直播的地下组织是真的，那个搭黑衣去热便当的刺客是真的，那个打不开的避难王子是真的，那台击败国军的垃圾车是真的，那坨白面是真的。如果有一天真的打起来，这些东西还是真的，只是到那个时候就没人笑得出来了。今天的万盛通事务所到这边，8月15号是2战日本投降81周年，投降就是投降，不是什么他妈中鸡巴战呐、中什么鸡巴战呐、干你打输了妈废话个屁呀、不是战争终止是你他妈被人家打到天皇没有下跪道歉就已经很客气了啦。中战，妈战胜国还跟着用中战这2个字，脑袋有洞是不是？没有读书啊？我们纪念的不是胜利啊，我们纪念是那一年有一群什么都没有的人，一路付出了300万的人命，撑到了对方弯腰，而现在换台湾的这一群中华民国的人对日本弯腰。今天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只是不知道我们在撑什么，我们要怎么撑下去。谢谢各位，今天我们的那个连结都已经贴出来啦，有
绿界，然后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连结，请各位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好吧？有绿界啊，然后有什么？有这个支付宝，有微信支付。然后各位如果觉得今天讲的不错，你笑得很开心的话，麻烦抖那个一下，这也是我们收红钱的时候啦。然后我看看绿界这边有没有人抖内啊？RW 力说演习大结局讲得好，然后走吧去用兔区减体脂肪，说补抖一个814空军节敬礼。哎呦，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后来发现我的 Zone 2竟然要到心跳要破100耶！哎呦靠，吓死我了！什么收掉一条顾客留言？没有啊，支付宝现在没有。好，前几天好像有这个有什么什么康，谢谢你的抖内，然后剪映收了我69块。什么什么泰说昨天补听，今天补抖，814要记住的。是啊，大家都要记住。然后我看看呢、这位是什么什么穷，谢谢你抖内，这是新同学。心跳破100的中兔有什么问题？来 ，Jamie 说今天的直播笑不出来，因为真相总是伤人。是啊，没错啊。谢谢 Jamie。哎，这倒是一个新的哎，为什么付款方可以赞赏？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蛮北兰的一个状况啊，我也不愿意啊，但是怎么就这样呢？L 小戴说，请大家多多按赞，好不好？BB 力说，解放军看完都沉默了，民进党真狠了，自己人都能往死里折腾，这哪在演习？这根本在隔空警告我，看看我对自己人都这么不手软了，换成你还得了？不是，看我连自己大腿都插，妈吓死你！威西也说在支付宝上抖了，我刚刚有没有念出来啊？应该有吧？应该有，我有念出来，但因为念的是你本名，然后什么什么学，老朋友久违一斗，平安退伍才是真，干专业呢？你也知道我们要说平安退伍，哎，炫8668说沈小哥永远支持朱大，今天主题货欲匪浅。看到名字都跪下，我只是想进来看每日回放，为什么今天还有直播？有啊 c u v a 呛说到了，今天来的比较晚一点。TOTW 说数发部还有一个任性建设司，结果是任性断讯，钱都搞去哪里了？鲁鲁米欢迎加入公仔，好，希望你以后开播的通知都可以收到。Alan 树说哥晚上好，好啊，晚上好。哎，记得我们置顶的红蛋比蜂蜜再卖一天的，明天最后一天就没有了。沈小哥最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来了，我看看我的
抖音上面有没有？不然我们就要开始投票了。中山的顺子说，极因素分弹到底能不能拦截成功？我国电网很脆弱，不能啊。中山的顺子说，等等去复习电影800。好，还有爱的小小百科，送的斗内很特殊。好啦，谢谢你。那各位，今天到了投票的时刻了。今日的内容呢，希望你笑得很开心，然后也要明白有一些很无奈的事情。来，今日如果你觉得脚本好，讲的也好的，请按1；如果你觉得脚本好，讲的不好的，请按2；如果你的脚本讲都不好，请按3。快投票哦，各位。L 小戴在讲说那个高市早苗会不会去拜靖国神社？没有，他现在用摇拜哦，他也是很会走那个漏洞的，他就2拜3拍手吧，还是2拜1拍手，就是2拜1拍手。Mr. 阿卡赛子说什么都是假的，就平安退伍是真的，这句话已经流传很久了。我的意思说，对岸网友怎么会知道这句话？回劝说，请踊跃订购蜂蜜，让猪大练练身体啊！不是啦，就是那个红蛋比是真的只卖到明天为止，因为量不太够。小泉进治良去了，我也知道，我有在盯这件事情。这个退曲上面难得有网友啊，星野神中奥残红说，当然先推再说，塑胶套便当盒的传统，没想到有传承下来。这个不是传承啊，这个是办桌的时候的必备呀。李盘玉说有点心酸，对不对？不要心酸了，你就把它当一个草台班子吧，就是这样。好了，音乐响起，跟他说拜拜。